我们知道化学式就像一个物质的名字，而且从化学式中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物质的组成或特性。而常用的化学式表示方法有4种，分别为实验式、分子式、结构式及适性式。那么以下的课程就来一一介绍。首先要介绍的是实验式。实验式又称为简式，是经过初步实验分析所得到的化学式，以分子中原子的种类与原子数最简单整数比表示。例如葡萄糖中碳氢氧的比例为1:2:1，写成实验式就是 CH2O。而醋酸中所含的碳氢氧比例一样是1:2:1，写成实验式一样是 CH2O。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知道，不同的化合物只要所含的元素种类及比例相同，就会得到相同的实验式。如果我们再将实验室中的原子量相加，可以得到一个化合物的适量。像是刚刚提到的葡萄糖与醋酸，适量都是12加2加16等于30。乍看之下，或许会觉得实验式很陌生，但其实有许多的物质都是使用实验式来表示，像是金属，不论是一大块的金或是小块的金，我们一样都用 Au 来表示。所以 Au 为金的元素符号，也是实验式。第二种会用实验式表示的为离子化合物，例如氯化钠。我们观察氯化钠晶体，会发现钠离子与氯离子的最简单整数比为1:1，因此以实验式 NaCl 表示它的化学式，而适量就是23加35.5等于58.5。另外，网状元素或网状化合物也是以实验式来表示。例如石墨是由很多碳所组成，我们会以实验式 C 表示。而沙子或石头中所含的2氧化锡，因为锡和氧的比例为1:2，所以实验式就以 SiO2 表示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分子式，是以分子中实际所含原子的种类及数目来表示，可以得知物质的组成与分子量。我们一样用刚刚相同实验式的葡萄糖与醋酸举例。一分子的葡萄糖中含有6个碳、12个氢、6个氧，以分子式表达就是 C6H12O6。而一分子的醋酸中则含有2个碳、4个氢、2个氧，表达成分子式为 C2H4O2。从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，不同化合物实验式可能相同，但分子式可能不同。影片看到这里，你有观察到实验式与分子式有什么关系吗？其实分子式为实验式的整数倍。当我们手上有一个未知的物质，经过实验室的初步分析，可以得到此物质的实验式和适量。但相同的实验室可能是不同的物质，像实验室 CH2O， 适量为30，此物质可能是醋酸，也可能是葡萄糖。但如果我们知道分子量，就可以得到分子式。如果分子量为60，也就是适量的2倍，就将 CH2O 各元素乘2，得到醋酸的分子式 C2H4O2。如果分子量是180，为适量的6倍，就把 CH2O 各元素乘6，得到葡萄糖的分子式 C6H12O6。因此，即使是相同的实验室，如果能知道分子量，就可以得到分子式。现在，当有2种相同实验室的物质时，我们已经知道可以利用分子量求得分子式，区分2种不同的化合物。不过，
其实不同的物质也可能有相同的分子式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例如乙醇和甲醚的分子式均为 C2H6O， 或是丙醛与丙酮的分子式皆为 C3H6O， 但两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化合物，只是因为这两种化合物中所含的原子种类与数量都相同，唯独差在原子排列方式不同。像这种有相同的分子式，但结构与原子排列方式不同的化合物，我们称之为同分异构物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要怎么用化学式区分两者呢？这时候我们可以利用结构式，直接将原子的排列方式呈现出来。例如乙醇和甲醚、丙醛和丙酮的结构式如下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虽然两者的碳、氢、氧数量都相同，但排列方式并不一样。不过结构式虽然可以知道分子内原子的种类、数目及结合情形，但不能表示三度空间的立体结构，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利用球棍模型或填充模型，更明确地表示化合物的立体结构。当有了结构式后，我们可以知道化合物的原子种类、数目及排列方式。不过，如果每次都要画出结构式来表达一个化合物，好像有点麻烦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结构式简化一下，写成式性式。例如刚刚提到的乙醇，利用式性式可以表示为 C2H5OH， 甲醚的式性式则为 CH3OCH3。式性式可以表示出这个分子具有特殊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原子团，这种原子团称为官能基。式性式常用于表示有机化合物，像醇类含有羟基 OH， 醚类含有醚基 O， 酸类含有羧基 COOH， 醛类则含有醛基 CHO。所以透过式性式，我们可以初步得知此化合物带有哪些官能基，具有哪些特殊化学或物理性质。最后做个总结，实验式又称简式，可以表示分子中原子的种类与原子数的最简单整数比。透过实验式可以求得分子的式量。以醋酸为例，实验式为 CH2O， 式量为30。分子式可以呈现分子中所含原子的实际种类及数目，以表示物质的组成与分子量，为实验式的整数倍。以醋酸为例，分子式为 C2H4O2， 分子量为60。结构式能呈现分子中原子与原子之间结合情形与排列方式。以醋酸为例，结构式如下。式性式能呈现分子所具有的官能基特性。以醋酸为例，其式性式为 CH3COOH。我们会依据不同情况，使用不同的化学式表示法来描述同一个化合物。这样你懂了吗？